当我换上这一副高级的老花眼，就代表一定厉害的作品要开箱啊！噔噔，嗨妞，好，玉娇乐园的。这个你不要想说开过了，开过是可以再进化的。我们的模型师啊，就跟疯了一样，你知道吗？真的太扯了。还有，以前就一小箱，现在2大箱。原因是什么？近期不是有一个钢弹手游嘛？当我们在抽这个 UR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只很厉害的海牛，搭配了一把超级大的炮。我第一次就抽到了，随便按，我以为是标配，但是游戏怎么这么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给大家看。这一次我们就是要开 GK 的海牛，加上那一把 GK 的 Mega 粒子炮，那我们就开始吧。我跟你们说，真的有那个 GK 的香味耶！想不到上完色，哇，你就看，来露出的这隐隐约约的炮声，这些细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全部先拿出来了啦。真是震撼我的眼球啊！我真的要带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件作品，我觉得太扯了。首先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油杆上面就有红色、白色，以及这里有一个金属色的细节，不同的质感表现。然后呢，这边深灰色的这些结构也打磨得非常的立体。然后这里面的这些小细节又有做分色。然后你看，马上跳到它主体比较蓝紫色的部分，衔接的都非常的完美。然后呢，这些水贴也贴得非常的用心，然后短刻线处理得非常的工整，然后再跳过来这个散热口，有没有？你看蓝色、黄色、深灰色，然后旁边又跳蓝色，然后这边呢又跳白色、灰色、黄色。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到底说了几个颜色？然后这只是外构，你看一下内构。我们从这个镜头的一个拍摄死角都可以看到。内层全部都有做分色，真的是用心到太爆炸了。看到这个头部的部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细腻、太美了。你看它的这个上方监视器的部分做了一个非常舒服的跳色，中间的灰色、白色以及内构的深灰色。那如果你都只用这几个基本色这个作品就会比较单调。那你看这边它换了这个金属喷嘴又展现出了不同质感的表现。那它有一个好看的一个点它的刻线处理的都超级的细腻，都有做刻线加深。然后呢，它的水贴也尽量的跟这个边缘都是平行的，所以真的非常的好看。再来，我们可以看它身体的部分，那颜色大家已经看很多了，我们来看一下打磨这一个转折面到这里，就非常的平整。然后呢，这边它打磨的很薄，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好细腻然后这些小零件呢都打磨得非常的工整，所以除了上色的表现分色以外，这些基本功也要处理得很扎实，这些都是要练。那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在这种隐隐约约的地方做一些跳色以及这种金属色的搭配，真是太好看了。那很多人在做这种骨架内构的时候，或者是外露的骨架这边就涂同一个颜色，他都愿意花时间再把这边点缀得更漂亮，包含这个髋关节的位置都做了这个很漂亮的金属色的点缀。正常来说我们这一颗金属色结案，你看跳1、2、3、4，还有这个水贴，还有髋关节跳色，也是可以笑哟。接下来就是这把视觉密度相当高的光束枪了。你看这些金属色怎么可以用的这么漂亮然后这种小地方，你会觉得有跳色有差吗？跳着，你看细节是累积堆积出来的而且你不会觉得很花是很舒服的。然后这边呢，你看这装甲镂空，镂空里面没有毛边，然后镂空里面呢又有不同的上色细节。我上次说过了嘛，人是很喜欢看洞里面的东西就是往深处看，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知道你要往深处看，你看这种地方，他都是有做的，他都不会跳过。包含下面外挂的这一把炮
真的很难想象这些遮盖到底花了多少的时间。你看这个，这里看得到吗？这辈子都看不到就只有拍片这次看得到他帮你做跳色这是不是10颗片我都看不出来了？我今天配这副老花眼总算是值得了，让我看到一个这么美的东西，不然看得那么清楚要干嘛？这个阿志真的要检讨一下了，什么叫做平喷的天花板？天花板的意思就是这个业界里面最顶叫做天花板，除非你讲的天花板上面还有2楼。那看起来阿志的这个天花板上面有很多的加盖，有很多楼这个才叫做平喷的天花板。我就指平喷，但是那你们看，这里面有一些这个喷射机制在这里，从这个洞里面看进去都是很有料，甚至你就会拿着这样看，或者是说你去欣赏那个作品的时候，你看完这些外壳，你一定会先看完外壳，然后才看到，里面有东西耶，然后呢，哇 ，perfect。这是哪国语？法国。要讲这种很浪漫的事的时候要卷舌，有没有？最后一个啦，我们这个背包到时候就我本来想说到时候整体欣赏的时候再一起看嘛，真的不行从打pin的位置，这根pin还是直直的，多漂亮，完全就是完美主义。然后衔接到这边，然后做一个跳色，细节点缀色。然后这边很有层次，有没有？我觉得这里超难的你看这个结构这么复杂，这么复杂的结构，你要看起来很舒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不会觉得多到很乱，而是多得很舒服。包含这边你看是用一些比较舒服比较不会抢色的这种灰色来做配色，然后这里呢有比较冷的蓝色，比较暖的红色来做一个这个点缀互补。所以即便整台都是蓝蓝的但是呢，你看到这些点缀色，就会觉得心里面很舒服，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色彩的魅力。这个时候，你只要把这个红色换成白色，就会变得很单调。坏，这就是 color。This is color 。每一个段落都有英文。最后呢，来了 Mega 粒子炮。到现在我还分不清楚它的正面在哪里呢，应该是这一面。真是吓死我了，好有重量感。我觉得它大概有2公斤。如果你家里找不到哑铃的时候，又来了。当我握在手上，我觉得这个模型师的生命都流动到我的体内了。做模型的魅力就是把他的生命储存在这个零件里面，传递到其他人的心里。我真的感受到，这个太扯了，太扯了，好吧？我觉得这个已经扯到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它，那我们就直接来欣赏成品吧。要寄给客户，好不容易拍个影片给你们欣赏完，然后又要再拆开，然后去当然再装起来。所以各位啊，你们是不是应该订阅一下？就为了给你们看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拆拆装装，搬来搬去。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不断折磨这个摄影师以及剪辑师爆肝的动力。这样讲对吧？爆肝。各位看完这么厉害的作品，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你好好的 MG 要套一个 GK 改套呢？因为 GK 改套怎么样？帅嘛，但是呢，你套不上去嘛？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做。那很帅套不上去怎么办？我们教你怎么做。那我们今天呢，就快速的说一下制作 GK 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序跟流程。首先呢，你买到这个零件，好。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做点件。那你点一下这个数量没有缺少，如果有缺少，赶快跟厂商申请补件，因为它很快可能会停产，停产以后就再也补不到了。再来点完件，我们就来洗件，好，把这个零件上面，因为翻模的时候这都手工翻的，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油脂啊，或者是这个离型剂，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洗手乳把它搓一搓，牙刷刷一刷，好，洗干净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来夹煮啦。那夹煮的时候，这个汤口很大呀，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大单刃斜口钳，也可以用0.0的锯子，甚至有一个最轻松的方式，就是我们用这个大的单刃剪下来以后，派上我们的电动工具，无论你是用这个 M3，或者是用这种 CKC 的电动工具，然后搭配陶瓷磨头，你知道那个脚踩下去哦，这样一踩下去。然后那个声音，善用工具才可以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制作出这么厉害的作品啊！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来快速的看一下，这些电动工具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作用。电动工具有分很多种不同的转速以及不同的区间。那像我们这一把 M3 电机呢，它是2500转到10000转。那2500转它要做什么呢？就是这种低转速打开，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装上我们的海绵轮，来进行这个车子的这种轻轻的抛光的动作。因为你转速太快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让这个车壳抛光产生一个过热的现象。尤其是呢，你在使用这个抛光蜡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均匀的打上去，这个时候低转速就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个是可以调的嘛。所以，当你调高转速，例如说你现在想要做一点点零件的整形，可是只要一点点所以你只要这样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那最高差不多到10000转。那这个10000转呢，已经足够让你做什么呢？你如果做零件的整形、修改外形，还有呢做这个钻孔的作业，基本的这些执行都是 OK 的。那么呢，还有另外一种电机呢，就是这种更高转速的电机，那这个是 CKC 的电机。它的这个最高转速可以到48000转。那你们听这个48000转的声音有没有想起什么事？压抑。对，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转速？就是有时候这听一下30000转，再听一下10000转。OK。这些转速有什么用意呢？当一个好的这个磨头这个陶瓷磨头，你用我们10000转的电机，它也可以发挥这个切削的效率。但是呢，你配上这种最顶级的电机的时候，它可以发挥它更高的效率。当然，这个电机有很明显的这个价格上的差异，像我们这个入门款的大概是2000元有找。那还有这个 David Union， 它也落在我们这个产品的中间。那这个3000到5000的区间又是另外一个级别。那这个 CKC 这一台应该要10000块左右，那就要看你平常改造量大不大。如果你改造量很大，像我自己家里有准备一台，就这样生就一下就改好了。这个就是要看你个人的预算跟需求。那你刚开始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使用这种入门的电机就可以了。那有了电机以后，我们还是快速的说一下这些磨头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这个平的陶瓷磨头。为什么要陶瓷呢？因为陶瓷它不会怎么样，它比较不会发热。所以你可以发现，当我们在使用陶瓷磨头的时候，
你带过去，它那个屑都是喷起来，它比较不会溶解掉、Q 掉。那第二个呢是陶瓷磨头，它的寿命其实蛮长的，就是这个已经被我暴力使用过非常的多次，然后呢，我再拿来拍官图，大家都还以为是新的。再来啊，它这个圆柱状有一个好处，除了我们修整这种一般的平面，当我们做出一个零件是长这种畸形的，就是这种梯形的，你这样过来直直的伸进去，其实它可以修到一个接近90度的直角，所以这种圆柱形是有特别的一个用意。那每一种陶瓷磨头都有分粗木、中木、细木、极细木、极粗木。那我们帮大家挑了一个反正你修磨整形大概表面的基本处理都可以用的一个号数，先推出这个比较泛用型。好，那这一款圆柱形的它还可以去打这种，比如说瞬间胶、黑胶，尤其是黑胶，你补了很厚，你轻轻打一下，你会发现修磨原来是这么轻松、快乐、写意的事啊。那这一款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款这个陶瓷磨头。这个呢比较像是一个圣诞树，它就适合用在做这个零件整形。例如说，我们想要磨出一个这种曲面，这里有一个弧线，例如说你想要磨出一个这样的弧线，那你一次圆的很粗带下去，你怕破坏，你可以用这个圆的这样慢慢带，小的这种 R 角就可以让你比较精确的去带出你想要的曲线，这是第一个作用。那虽然它比较瘦比较长，但是如果例如说有一些零件很长，像这种 GK 都有很长，有分膜线，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带上去，然后往后走，然后就可以把这些分膜线轻轻的带掉。以前我们磨一个那个都是分膜线棒子，要算分钟甚至算小时，现在这个带过去都是算秒的，真的快很多。选择合适的造型，选择合适的转速，然后看你要做什么，并且看看自己的荷包有多深，哪一款比较适合你。那我是2个都准备好。这个陶瓷磨头，我们目前就先帮各位准备这2款，已经很泛用未来我们再继续去找出一些大家比较喜欢使用的，再陆续推出。那这2款介绍完了，我们再来介绍2款金属的磨头。我个人呢超级喜欢这个金属的平木磨头，因为陶瓷磨头它受于先天的限制，它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小。那这个这么小呢，有什么作用？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改造，例如说我们在做移植零件，想把这个东西装到这里，但是它里面的尺寸很精细，然后那个孔洞又很小，所以我只能找这种很小的东西。以前要用刀子在那边戳，没戳好还会插过来插到自己的手。可是如果你有这种小型的磨头，你就可以伸进去那个缝里面，快速的走，而且它一次走掉一点点，那你就可以去合。一开始合不上去，然后放过来就上去，所以我现在已经是我这个非常必备的一个工具。那在移植零件新增扩孔的时候也很好用，真的，我超推这一个。现在没有这个，我都快要不会做模型了。那再来玩哥吉拉、玩 GK 的人100%会用到。我们现在只推出4款，这4款呢基本上都是大家超级需要的这个迷你三角刮刀的这种形状，它可以刮除这种很小的分膜线，它超锐利这一把是钨钢的，它可以刮超小的分膜线。像我们在做这个王虫的时候，它也可以直接插到沟槽，然后轻轻的转，就转了一圈，它就直接破出一条沟。它可以手动去分膜线修整瑕疵，它还可以电动开槽，它还可以电动修毛边，所以这是几款磨头，真的算是非常的实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电机以及这些磨头的搭配。那么透过这些工具的应用，你可以非常快速的做出你想要的作品，包含这么厉害的这种 GK 作品。因为找人家代工很贵，而且要做到这个程度很贵，那我们也不敢接了，我们都不敢接。当然，我们玩模型最好玩的还是自己动手去做。那透过这样的介绍，从基本的手动的修磨以及一些电动工具的辅助，它将可以让你以往做不到的事情轻松很多。那你就可以去买一台很帅的骨架回来，套很帅的 GK 上去，然后做出你自己想要的这个作品。那这全部工具买下来，还是比你
做一台代工便宜很多。你说可不可以自己做又找人代工呢？当然可以啊。我的外号是什么？放我都不好意思说，我都请人家代工了一台萨蒂利啊，所以说你看很难得找别人做，啊，他自己就做一些轻松在家里玩的钢弹 builder 钢弹创斗者，好，创斗者就是你啊。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做出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模型吧，拜拜。